何太太，打完通宵麻将要什么？照旧吧，波弟。哇，何太太，你有眼屎，口气又重，还喝热奶茶吃炸猪排，可不行啊！哎，让我波弟帮你想想啊。哎，喝杯柚子蜜，吃个凉瓜排骨饭去火。你决定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啊！喂，一杯柚子蜜。秋姐啊，送一杯干喝茶给何太太。哦，收到。魏延寿，谢谢你啊，干保长。别客气，别客气。龟苓膏走了。是啊。我根本没吃几口，怎么了？觉得不好吃啊？不是，是我自己没胃口。哇，你干嘛愁眉苦脸的？前几天有群社团古惑仔到我凉茶店收保护费啊，他们一家家的收，说不定今天就会收到你这儿。甘保长，你小心点吧。我们不能向恶势力低头啊！保护费我是不会给的，去哪儿买棺材我会告诉他们。哎，我支持你。嘿嘿，就是他们，岂有此理！行。我支持你。这位先生，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呢，吸烟危害健康啊！吸烟危害健康啊！这位先生，政府规定，室内餐厅严禁吸烟。是，你这样我们怎么做生意啊？要不抽烟是吧？随便给个3000块禁烟费不就行了？你凭什么给我们收禁烟费呢？你不是老板就给我闭嘴！到底给不给禁烟费呀？谁这么大声说要收禁烟费啊？司机，喝咖啡。好。你哪路的？连我是哪路的都不知道，就敢来收禁烟费了。老板，是你告诉他们我是哪路的。你们来晚了，禁烟费付给他了。我收了人家禁烟费，就不能让你们几个家伙在这儿抽烟。知道怎么做了吧？你别这么嚣张。谁不知道这儿一向都是我们易丰的地盘啊？什么风啊？易丰啊！这么大声，听得很清楚，是易丰，不是耳边风。你还不动手？收着。现在轮到我表露身份了。你又哪路的？我是西九龙重案组见习督察甘波地。老大，有人自称黑社会成员，涉嫌恐吓，还收保护费，你说要做多久啊？也不用做很久。根据香港法律第151章第20条，任何人声称或者自称身为三合会成员，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港币10万大元以及监禁3年而已。哇！正式为你介绍，我2个儿子，一个是大壮，一个是CID，记得我们干事3父子，捉贼打官司，流氓惹不起呀！走，别跑！不，伯弟，喂，不要拼命啊！警察，跟着你的撤！这样。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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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叫他别这么拼命了，没谈恋爱又没结婚，就算拿到英勇勋章也没用啊！老爸，别再说了，波弟福大命大，没事的。没事，人家都这样了，会没事？你看，哎，波弟，波弟，是他叫我，叫我过去。我们是家属。怎么样，波弟，你没受伤吧？你没事吧？没事，只是擦伤而已。擦伤哪儿？我看看。都说了没事了。嘿，是我收保护费，又不是杀人放火，追着我干什么呀？
你有病啊！还占我的车！啊，你这个家伙，刚才我想拦截你，你竟敢踩油门，想撞死我！信不信我告你意图杀警？还敢骂我？带我去！走。Sir，你真英勇，英勇得我血本无归啊！你放心吧，警方办事导致你有损失，你可以向政府索偿的。是不是真的啊？我儿子是大壮，可以随时为你提供法律意见。喂，爸，你说什么啊？当众帮我拉客户，小心被人告你儿子我招揽诉讼。别再胡说八道了。不是我叫他去我们祥祥茶餐厅喝杯茶而已。哎，记得我们甘氏三父子，抓贼打官司，市民包满意。爸，别再说了，走了。是，来，走。哎，快餐22块。别再说了，长餐28块。别再说了，走了吧，还有蛋挞，快走！还有椰塔。什么？死者是公司的老板，今天一早职员上班，发现老板死了，立刻报警。这位同事，抱歉，这位是我的上司，你向他报告吧。行了，不用了，我听到了。请先坐一下。就是那起办公室凶杀案。是啊，凶手刚才已经认罪，谁可以说由你负责？还有啊，有一位甘 Sir 在会议室等你。甘 Sir， 甘 Sir， 嗨，匡高姐 ，Hello， 请坐。好。这起凶杀案的情况其实不是很复杂，这是死者莫维夫，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他是疑凶岳正雄，在家健身美容中心里面当保安员。他前天去警局自首，并且承认自己跟死者的老婆佘祝清有婚外情，而佘祝清也是在这家健身美容中心里当美容师。妻子出轨，情夫杀丈夫，为什么没有佘祝清的口供？因为她知道自己老公死了以后，情绪相当激动，过去2天情绪都不稳定，所以还没有正式给她录口供。不过佘祝清已经承认和岳正雄之间的奸情，而岳正雄也已经详细的说出案情。他说，案发前1天，佘祝清找他哭诉自己被老公拳打脚踢，所以岳正雄答应替他出头。他去莫维夫的贸易公司，跟莫维夫谈判。可是，在谈判期间，莫维夫突然之间狂性大发，一直袭击岳正雄，像疯了似的对他拳打脚踢。所以岳正雄从身上拿出刀来吓唬莫维夫，但是莫维夫还是不断攻击。岳正雄说他为了自卫，一时错手，一刀插进莫维夫的胸口。凶器呢？岳正雄说，因为当时害怕，所以把刀拔出来之后就丢到海里面去了。我们目前还在打捞。如果他真的带着刀去谈判的话，也就是有预谋，而不是他所说的误杀或者自卫杀人。但是岳正雄来自首的时候，不停地强调他是自卫杀人。这起案件有几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第一，我们没有目击证人，只有疑犯单方面的口供；第二，我们没有找到凶器；第三，这是死者妻子在案件中的角色。这起案件表面证供成立，但如果要起诉的话，我要研究一下，最好找齐证据之后再决定。明白，我们会尽快拿到佘祝清的口供，并且查清楚他们3个人的关系。谢谢。不用。啊，等一下。我爸知道我要来律政司这边，所以拿了盒蛋挞给我，叫我带来给你跟你的同事吃。伯父太客气了。我经常听姐姐说，祥祥茶餐厅最有名的就是蛋挞，一直没机会吃，现在终于能吃到了。凉了，没那么好吃了。所以我爸说，你记得有时间就去祥祥茶餐厅喝杯热奶茶，还有吃刚出炉的蛋挞。一定会的。啊，你帮我谢谢他。啊，好的。那我不妨碍你们了，我走了。拜拜。拜拜。这一区的街坊有奇难杂症，应该找谁呢？
当然是你甘保长啦。你们给我戴这么大顶帽子是没用的，我又不会打官司。甘保长，你儿子 JJ 会打吗？再刁钻的官司也没问题。曲街啊，JJ 不是神仙呐，如果真的杀了人，怎么打官司也打不赢啊。甘保长，我儿子绝对不会杀人的。他自己跑到警察局自首，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甘保长，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你救救他吧。好吧，好吧，我尽量试试啊。谢谢你。莫太太，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结婚多久，还有你们夫妻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结婚差不多5年了。为夫是一个生意人，他整天都在公司，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很容易暴躁，动不动就打我。他一向都很暴躁吗？他什么时候开始打你？是这2、3年的事。他以前对我很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了。我带他去看医生，但是他总是不肯吃药，所以很不稳定。前几天就因为早餐不合他的心意，他又打我。莫太太，既然你丈夫经常打你，你有没有想过离婚？我真的想过，但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真的对我很好，而且每一次打完以后，他都很后悔，一直跟我说对不起，求我原谅他，所以我不忍心。那你跟岳正雄呢？怎么开始的？我跟他是同事，正雄他人很好的。有一次，他看到我手和眼角的伤，就问我关心我，我忍不住就跟他说了，他很同情我，又听我诉苦，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甘大壮，谢谢你当我的辩护律师，但是我怕我请不起你。你放心，甘大壮既然答应你妈妈，就会帮你，钱那方面暂时不用担心。你真的要好好孝顺你妈。我初步看过你的口供，有几点我想找你问清楚。我的警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有别的可以说了。在你的口供里边，有几点对你自己非常不利，检控一定会咬着你不放。第一，为什么你要带着刀过去跟死者交涉？那个人很暴躁，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啊。我带刀是以防万一，如果他动手的话，我可以拿刀吓唬他。你带着武器，就代表你有预谋。我是自卫啊，我没想要杀他。我们相信你没用，上到法庭是讲事实和证据。总之事实就是，我为了自卫错手杀死那个坏蛋，我不是谋杀。为什么你这样说我？不是我的辩护律师吗？坐好。岳先生，请你冷静下来，我们来帮你，一定要把对你不利的疑点解释清楚。对不起。他一直劝我跟我老公离婚，我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他那么冲动，去把为夫杀了。你去莫为夫的公司之前，佘祝清曾经向你哭诉过，当时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暗示性的话？什么暗示性的话？例如他说很恨她老公，很怕她老公，她老公死了之后就可以永远跟你在一起之类的话。没有。那你带着刀过去，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有人提醒你的？是我自己的想法。你妈说你从小到大都很斯文，很温和，你只是去跟她讲道理而已，应该不会想到带着刀去。你一定要对我们坦白，是不是有人叫你这么做？你们是不是想说祝清教唆我，指使我？我们没这么说，可是你不跟我说实话，我就没办法帮你。根本跟祝清无关，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不能看着祝清经常被那个坏蛋毒打，我怕有一天祝清会被那个坏蛋打死。祝清根本不知道我去找那个坏蛋。我们查过岳正雄的手机通话记录，这份是你的电话通话记录，正是在案发当日行凶之后，他打电话给你。莫太太，能不能告诉我们岳正雄当时跟你谈话的内容？我那天有点不舒服，在家里睡觉，之后正雄打电话给我，他说
他做错事，他不停地跟我说 sorry 啊 sorry。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他就是不肯说，之后就挂断了。我知道肯定出了问题，所以我打给他，但是一直打都打不通。等到第2天，我接到警方的电话，他们告诉我，郑雄他居然杀死了为夫。岳先生，我们真的很想帮你。如果你坐牢，你妈一个人在外面怎么生活？现在律政司控告你谋杀，如果罪名成立，你会被判终身监禁。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出来的话，我希望你可以立刻跟我们坦白。我已经说了，是我杀死那坏蛋，跟仲卿没有关系。为什么你非要把他拖下水呢？总之，我是因为自卫才杀人的，这件事跟仲卿没有关系。监控，你可以开始。法官阁下，各位陪审员，这一起很明显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件。被告岳正雄于案发当日带着武器到凶案现场，跟死者莫维夫交涉，继而发生冲突，最后将死者杀死。他绝对是有预谋去杀人，而不是像辩方所说，在一时自卫之下错手杀人。辩方，你可以开始。法官阁下，辩方想传召第一证人，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我是一位精神科医生。那你跟死者莫维夫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病人。死者生前患了什么病？他患的是躁狂症。那他的躁狂症有什么病征？病人的情感会异常高涨，说话兴奋，动作比以前增加，注意力也不够集中，而且病人会变得夸大并精力充沛。那会不会有暴力倾向？严重的病人是会容易激动发怒，出现攻击性的行为。那么莫维夫算不算是这一类的严重病人？以我的诊断，莫维夫的病情绝对不算是严重。也就是说，莫维夫绝对不会受到一些语言上的挑衅，或者对一些事情不满而做出暴力行为。从我诊断莫维夫以来，别说是暴力倾向了，连情绪失控都不曾发生过。如果有人说莫维夫经常虐打他的妻子，你怎么看？以我专业的分析，我会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我所认识的莫维夫，他绝对没有暴力倾向的。接着，辩方想传召死者莫维夫母亲莫金桂香女士。莫老太太，请问你现在住在哪里？住在养老院。之前呢？我儿子结婚之前，我跟他住在一起；结婚之后，跟他们夫妻一起住了大半年。莫老太太，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你儿子跟你儿媳妇的关系怎么样？我儿子一向都很疼爱他老婆，他对老婆比对我还好。但是你儿媳妇为什么到处跟别人说你儿子经常打她？我跟为夫他们夫妻一起住了大半年，我可以对天发誓，为夫从来没有打过他老婆。不只是这样，他什么都听他老婆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听他老婆的话送我去养老院了。听过死者的精神科医生和死者母亲的证供之后，事实摆在眼前，死者莫维夫根本不像他妻子所说，是一个性格暴躁、经常动不动就虐打妻子的人。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疼爱妻子的好丈夫。而事实的真相是，死者妻子佘柱清是一个不诚实的妻子，她所说的全都是谎话。反对，法官阁下，反对辩方律师做出随意的猜测，并且抹黑本案的主要证人。至于他跟被告岳正雄说自己长期被死者虐打，根本就是心怀不轨，目的是想利用被告的同情心，最终帮他杀害死者。
众所皆知，初期脑退化的症状是出现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衰退，所以控方有理由怀疑，证人对死者夫妻关系的描述并非事实。岳先生，你着急见我们有什么事吗？我请你，是当我的辩护律师。你在法庭上说佘祝清，你说他干什么？爱情是梦。辩方想传召一位新的证人何景怡出庭作证。何景怡小姐，你能不能跟大家说说你和死者妻子佘祝清的关系？旧同事加朋友，我跟她在同一家公司里当美容师，平时经常聊天。你认为佘女士是不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反对，这件事与本案无关。法官阁下，这件事关系着死者妻子的诚信，与本案有莫大关系。反对无效。证人，请回答。她很有男人缘，经常换男朋友。她结了婚之后，还是跟其他男人交往。1年前，我在路上看到她跟情夫在一起。郝小姐，请看清楚被告的长相，是不是当时你所看到跟佘女士在一起的男士？不是他。谢谢何小姐。法官阁下，辩方想传召今天第2位新证人陈建先生。陈建先生，请问你跟佘祝清是什么关系？本来是同事，1年半以前，我在 PP 健身美容中心做兼职的健身教练，是祝清主动约我出去的。当时你知不知道佘女士已经结婚了？知道，但是她说跟老公没感觉、没感情了，还打算离婚，跟我在一起。你跟佘女士是不是有超友谊的亲密关系？是。是不是非一般的正常性爱？反对。法官阁下，这点足以证明死者没有虐打妻子。证人，请回答。因为我跟祝清都喜欢刺激，所以经常会试试新玩意儿啊。什么新玩意儿？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 ？SM 啊。刺激到对方会有余伤？是。反对。法官阁下，佘祝清之前的口供里面说过，死者莫为夫经常虐打他，所以就算他身上有瘀伤，也不代表他跟证人有任何不寻常的关系。我不是在吹牛啊，我还记得祝清的屁股上有块新型的胎痣。这个清楚，真是。你跟佘女士是不是一直维持这种关系呢？之前她说她很想离开她老公，但是又怕她老公打死她，所以想找我帮她出头，跟她老公摊牌。其实我只是想跟她玩玩，又不准备过一辈子，当然一直找借口拖延了。你认为佘祝清是不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反对，这件事与本案无关。法官阁下，这件事关系着死者妻子的诚信，与本案有莫大的关系。反对无效。证人，请回答。他看我不肯替他出头，就开始疏远我。后来我换工作，就没再联络了。你认为佘祝清有没有真心喜欢过你？我觉得她跟我一起，从一开始就只想利用我对付她老公，根本不是真心的。她看我不肯帮她，就把我给甩了。听完2位证人作供之后，绝对有理由相信，佘女士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而我当事人岳正雄先生极有可能是受到佘祝清的教唆和指使，而去跟死者摊牌，以致错手杀人。证人何锦怡的口供绝对不可信，因为他曾经向佘女士借钱而遭到拒绝，因为他怀恨在心，所以对佘女士做出不诚实的陈述。而佘女士和陈建先生的关系，与被告杀死死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明天继续聆讯。一个水性杨花、满嘴谎言的女人，不值得你这么去维护她。
什么？我真的受够了，我要离开了，我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你不帮我出头，我宁愿死了算了。不要，我帮你。拿刀给我干什么？那个坏蛋发起疯来，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你帮我出头，我怕他会对你不利。我不是要你伤害他，只不过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可以吓吓他。我不是故意杀死他的，真的是一时措手啊！现在怎么办？你冷静下来，趁现在公司没人，你赶快回去。什么？你回公司，拿走钱，拿走之前的东西，做成像是劫杀。啊，记得要把刀扔了。怎么办？报纸已经登了，警察很快会查到我是凶手，我们一块去自首吧。你先不要害怕，冷静一点。自首的话，判的比较轻。要是我跟你一起去坐牢，我就拿不到那个坏蛋的遗产。他一直虐待我，我什么都得不到。等我放出来，人也老了，又没有钱，就算我们在一起也不会幸福。所以，你一个人去自首吧。说是自卫杀人，自卫杀人，判刑判得很轻啊，最多坐2、3年牢而已。我一定会等你的，然后我们开开心心一起生活，好不好？但是，我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帮你照顾你妈，我一定会等你的。沈汝清女士，你涉嫌教唆杀人，我们现在要拘捕你。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虽然现在出现新正宫，但是要将岳正雄改为误杀罪，我觉得有点牵强。原因是他带着凶器去现场杀人，甚至亲手把凶器丢弃。而要将佘祝清改为教唆杀人，同样有点勉强。但是现在有2个证人，证明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绝对是利用岳正雄的感情，教唆他去杀害莫伟夫。这只是岳正雄的片面之词，没人证物证，很难使陪审团相信。而且岳正雄原本被控谋杀，陪审团绝对有理由怀疑他为了洗脱罪名而拖佘祝清下水。Chris、JJ， 2位居然来这种地方研究案情，真有情调啊！这么巧啊？是啊，听说你正在打莫维夫被杀的官司。是。那正好，教一教 Alba 吧。他刚接下这场官司的第2被告佘祝清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律师。真的很荣幸可以跟 JJ 甘打同一场官司，之后可以在法庭上切磋了。什么切磋？是学习。论辈分 ，JJ 应该是你的师叔。如果他肯教你几招，肯定终身受用。不用那么抬举我，师叔。拍武侠片，不用说这种话，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没错，法庭就是一个最公平的地方，谁做的最好，谁就会赢，对不对 ，JJ？ 我今天约的人失陪了，法庭见。为什么我觉得他每看你一眼，都像在放毒箭一样？看来当年你这位同学抢奖协军、抢出风头、抢第1的传闻是真的了。何止啊，我们还抢椅子、抢厕所呢。喂，是真的，我等你的报告。拜拜。Body 打给我说，已经找到凶器。鉴于第1被告岳正雄提出新证据，指证佘祝清是本案的主谋。所以佘祝清现在被列为第2被告，同样控以谋杀罪。案发那天，我跟佘祝清在酒店幽会，她说又被老公打，浑身是伤，
而且被强奸。他跟我说，如果不帮他出头的话，他宁愿死。后来还拿把刀给我，要我带过去。以防她老公发疯的时候，可以用来吓他。我到死者的办公室跟他摊牌，他疯了一样，说我勾引他老婆。当时他一拳打过来，之后把我压在桌子上，一直打，一直打。我当时很害怕，转身就拔刀想吓他，可是错手捅进他身体里。我真的只是自卫，我不想杀他的。佘志清知道我杀了人之后，他叫我回到现场布置成劫杀，还要我把刀扔到海里。他要我一个人去自首，他要继承她老公的遗产，等我被放出来之后，就可以跟他双宿双栖。你是不是一直都很信任并且很爱我的当事人？是。你是不是直到上次审讯才知道我的当事人还有另外一个男朋友？是。单凭第一被告的片面之词，根本无法证明我当事人佘祝清女士与莫维夫被杀案有关。事实就是，第一被告为了讨好我的当事人，自作主张杀害死者莫维夫，直到他知道我的当事人原来还有另外一个男朋友，第一被告就出于妒忌还有愤怒，给假口供，希望能够把我的当事人拖下水，以泄心头之恨。甘督察，请问这把求生刀你在哪里找到的？我们是根据岳正雄的口供，在铜锣湾游艇会外的海域中打捞到的，而法证专家的检测也已经证实了刀刃上有死者莫维夫的血迹，刀刃的大小和厚薄跟死者被刺中的伤口是吻合的。根据法医所说，死者身上的刀伤不是一刀刺穿身体，而是很明显在同一个位置再加上一刀，而我的当事人很清楚只刺了死者一刀，也就表示是不是有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之后再加一刀？有可能。而凶器的刀尖是弯的。根据我的当事人所说，第二被告交给他的时候是一把新买的刀，绝对不可能一把新买的刀买回来刀尖却已经弯了。我的当事人说，用刀刺向死者的时候是站着的，有没有可能在死者没死倒地之时，有人再加一刀上去的时候，将刀尖插向地面，而造成刀尖弯曲呢？也有这个可能。大家请留意，我的当事人向死者刺了一刀之后，很慌张地逃离现场，然后打电话给第二被告。第二被告叫他回到现场布局，他一来一回用了15到20分钟，就是说，在这15到20分钟之内，有可能有第三者在现场向死者加上致命的一刀，而这个第三者极有可能就是第二被告。反对，我的当事人绝对没有出现在凶案现场，因为他有不在场的时间证人。我帮莫太太做钟点女佣做了大半年，我每天下午3点钟呢，就会把菜买好拿到莫太太家。佳姐，在案发当天，你到我当事人家里时，跟平时有什么不同？我到的时候，莫太太说不太舒服，就进房间睡觉了，一直都没出来。直到我把饭煮好，她都还没起床，所以我就敲房门叫醒她。她从房间出来，还把薪水拿给我。大家听得很清楚，案发的时候，我的当事人一直在家里。由此可见，我的当事人与本案绝对无关。何佳女士，如果我没看错，你一直带着助听器，你的听力是不是有问题？反对，证人之前对庭上的提问已经回答得一清二楚，而且证人的听觉是不是正常，与本案根本毫无关系。法官阁下，辩方有理由相信证人的听觉与本案有很重要的关系。证人，请回答问题。是10年前，我的听力是出现问题，只剩1成的听力，平时需要带助听器。吸尘清洁是你日常工作之一，为什么你听到吸尘器的声音要拿下助听器呢？吸尘器的声音经过助听器放大，会吵得头痛的。也就表示你在吸尘的时候会拿下助听器。是。包括那天你在第二被告家里工作的时候也一样吗？是。你什么时候再带上助听器的？把事情做完，去叫莫太太吃饭的时候。
大家听得很清楚，在案发当天，证人在第二被告家里工作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带助听器。换句话说，单凭证人仅有的一成听力，即使第二被告在这段时间里曾经打开门外出，证人也有可能一无所知。反对，证人的视力绝对正常。如果我的当事人离开家的话，他一定会留意到。这张是第二被告家里的外貌图。由于第二被告住在1楼，从睡房的玻璃窗随时可以外出，而且他家距离凶案现场只有几分钟车程，所以他在佳姐毫无警觉之下，来回家里和凶案现场绝对有可能。反对，辩方所说的一切纯粹出于猜测，毫无实质证据。这是合理疑点。辩方请求法官阁下将证人何家女士的证供予以取消。本席同意。不要，我没有去案发现场。周青，哎，放开！你过来。你为什么要拖我下水啊？我只是想你安慰我，我没有叫你去杀人，你为什么那么卑鄙，那么自私啊？请被告冷静。我是冤枉的。鉴于第二被告情绪失控，本席宣布暂时休庭。我代表我的当事人佘祝清女士向律政司提出正式的 bargain。我的当事人考虑过律政司对他提出检控之后，愿意承认一项串谋杀人罪，以换取律政司撤销对他的谋杀罪。对于你们提出的条件，我们要详细研究之后才能答复。其实这个协议对大家都有利。现在的形势大家都很清楚，你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的当事人谋杀。他的确曾经教唆岳正雄去找死者摊牌，但是真正动手杀人的始终是岳正雄。审讯还没结束，这么快下结论，会不会言之过早呢？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证据向陪审团证明佘祝清才是这起案件的主使人呢 ？To be honest， 有多少筹码彼此都很清楚，再打下去也没有意思。我们没有必要再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了。CK， 你经验丰富，应该明白这点。由于案件牵涉另外一位被告，所以我不能立刻给你答复。No problem。不过这个已经是最好的 offer， 希望你们不会错过这个双赢的机会，不然的话，你们最后可能是 get nothing。CK， 你真要答应他的条件 ？Ever 刚说的没错，要成功控诉佘祝清谋杀罪，以目前的证据的确有些薄弱。接受他承认串谋杀人罪，比眼睁睁看着他逍遥法外要好。莫老太太，明天你儿子的案件审讯结束，我特地来通知你一声。那是不是那个坏女人会被判刑？我知道是她害死我儿子的。莫老太太，打官司不是这么简单，输赢包含很多因素。律政司那边已经接纳了佘祝清的串谋杀人罪协议。如果甘大壮帮岳正雄洗脱了谋杀罪，那么佘祝清的串谋杀人罪就会变相不成立。就算岳正雄的谋杀罪名成立，佘祝清也只会被判较轻的串谋杀人罪，因为他已经承认这项罪行。也就是你们没办法帮我儿子讨回公道了。莫老太太这个年纪，有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很惨。如果没办法替她儿子讨回公道，我想她会死不瞑目。Elba高要佘祝清承认串谋杀人罪，这招真高明。他现在把棒交给你，你赢了，他是最大得益者；你输了，他同样立于不败之地。除非我们有新的证据或者新的突破性发展，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必须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结果。咦，我的戒指呢？你去过洗手间，会不会刚才摘下来忘记戴上了？在这里。怎么样？波蒂他们怎么说？他说刚刚才拿到搜查令，已经赶去佘祝清住的地方搜查。他一有发现就会立刻通知我们。但是快开庭了，我怕我们时间不够。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击，希望波蒂找到证据。法官阁下，在控方做出结案陈词之前，想再次传召本案的第二被告
佘祝清出庭作证。佘祝清女士，请问死者莫为夫，也就是你丈夫遇害之前，有没有送过任何贵重的礼物给你呢？没有，我们关系那么差，他怎么会送贵重的礼物给我？佘女士，你仔细想想，毕竟是夫妻，他真的没有送过任何礼物给你？反对，我的当事人已经先后接受多次提问，而且自动提出了认罪协议。但是控方一再追问我的当事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似乎有拖延时间的嫌疑。法官阁下，正由于本案的第二被告佘祝清提出了认罪协议，将谋杀罪改为串谋杀人罪，所以控方有必要提醒各位陪审员，如果第一被告岳正雄他的谋杀罪名不成立的话，第二被告佘祝清他的串谋杀人罪也同时不成立，将会无罪释放。这一点，法官阁下自然会引导陪审员，不需要控方浪费时间。请控方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尽快做出结案陈词。法官阁下，我还有问题想问。反对。辩方律师，你要反对什么呀？我反对法庭今天把空调关了，热得我浑身是汗，严重影响待会儿辩方的结案陈词。法庭今天没有关空调，我不觉得热呀。是吗？是啊。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很热啊？没有。啊，哎，不对劲儿，我真的很不对劲儿。哎，JJ，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待遇到了，艾美辰，你留在上面，给我指令出来接应。进来，兄弟，给我上去。知道。收到。收到。2号房。咦，你不是我们的会员，不过没关系，多来几次，很快就会成为会员的。怎么样？找女儿？哎，来这里当然是找女人啦。不想跟你废话。哎，喂，女儿，美辰出来，美辰。这里没你要找的人。女儿，我警告你不要在这捣乱啊！别再吵了。女儿，你在哪儿啊？老爸，快走吧。女儿。哎呀，你看看你呀，怎么穿成这样啊？哎呀，穿的这么少，你看看你，穿的多少啊？啊！你还不走？快走，别捣乱！继续吵架，快走啊！警察做事，别出声。快走啊！不要在这捣乱了啊！最后那件。美辰，怎么了？我的腿好痛啊！哎呀，我中枪了，美辰！哎呀！今天下午2点，在旺角发生了警匪开枪事件，而警方收到线报，在俗称鸡窝的单位里围捕疑犯，双方连开多枪，而匪徒最后受伤被捕。这名疑犯涉及多起伤人和抢劫案，被通缉一段时间了。这次警方拘捕行动迅速，据说这个公寓被隔成几个房间经营营业。报称有嫖客在拘捕行动中受伤，暂时还不知道他是中枪受伤还是另有原因。别拍，别拍啦！被告甘宝祥在今年4月10日于景生大厦的楼梯内袭击内地孕妇黄菲菲，令其昏迷不醒。在案发的时候，身为业主的被告要赶走租客黄菲菲，所以双方发生争执。
其后被告更将对方推下楼梯。法官大人，我没有啊！被告，请你冷静。监控，你可以传召证人。我是一个专业的中介人，黄菲菲是我的客户。因为我明白，一个孕妇离乡背井，老公要不在身边，肯定担心很多事，肯定需要别人更多关怀。因为黄菲菲那张预约证明出了点问题，所以那天我去她住的地方，准备帮她处理，顺便看看她。可是我都还没到呢，在楼梯就看到被告推了黄菲菲一把，黄菲菲滚下楼梯，然后就昏迷不醒了。你在撒谎，你在陷害我！被告，请你冷静。辩方律师，你可以盘问证人。罗杰先生，请问你跟黄菲菲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中介，安排她来香港生孩子。她满不满意你的服务呢？满意啊。满意的话，为什么在4月9日，就是案发前一天，你们两个在祥祥茶餐厅那里发生争执呢？不是争执，我们只是沟通。是不是你伪造一张假的预约分娩证明跟一张假的医生证明，而使黄菲菲要跟你对峙呢？没有，没有这回事，我哪有伪造？这些全是误会。你说亲眼看到我的当事人把黄菲菲推下楼梯，当时是怎么推的？他当时呢是从后面双手推他的。从后面推就是由上往下推，受害者应该向前扑，脸应该朝下才对。但是陈七妹跟救护人员都说受害者是仰面倒地撞到后脑，这种情况应该是背向楼梯，被人从前面推倒才对。不会吧？其实你根本没有看到我的当事人推黄菲菲，甚至可能是你推的，因为黄菲菲当时是跟着你走出去的。法官阁下，反对辩方做没证据的推测。反对有效。法官阁下，我收到医院的消息，伤者黄菲菲刚刚苏醒。由于伤者黄菲菲是一位很重要的证人，辩方申请延后聆讯，由警方向伤者录取口供之后再开庭。批准。急诊情况怎么样？菲菲在里面啊，希望他们母子平安，健健康康。黄菲菲，是谁把你推下楼梯啊？什么？菲菲，我在哪里啊？我是七婶啊，还认得我吗？七婶啊，七婶啊，我在哪？我在哪里啊？你忘记被人推下楼梯晕倒了？好好想想，你可别说你忘记了，我爸下半辈子怎么过，就全靠你了。不要吵，不要这么大声啊！我的头好痛，我真的不记得。病人脑部受到震荡，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失忆情况。不过病人刚刚苏醒，身体比较虚弱，而且又怀有身孕，他暂时不太适合录口供。等他的精神状态恢复之后，再跟他录口供。还要等啊？我也不行，你赶快想清楚那天是谁把你推下去的啊！医生说他暂时失忆了，你这样逼他也没用啊。哎呀，让他休息一下吧。哎呀，好痛啊！由于案中的伤者苏醒，成为第一证人，医生认为伤者适合出庭作供，所以案件重新开审。黄菲菲女士，请问你认不认得坐在那边第一排穿灰色条纹衣服的那位女士呢？我记得，七婶。那坐在犯人栏那边那位先生呢？包租公甘宝祥。那坐在另一边第一排那位男士呢？中介人罗杰。你还记不记得在4月10号发生了什么事？4月10号，不记得了。那天你有没有见过这3个人？有没有跟他们发生争执呢？我不记得。那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在楼梯那边摔倒，是不是有人推你？黄菲菲，你好好想清楚。不记得，不记得啊！别再问，不记得啊！我不记得了，别再问，别再问，我不记得。法官阁下，由于证人仍未恢复记忆，加上情绪不稳定，控方申请延后审讯。批准。